现在是美伊备忘录签了，美联储会议也开完了，那市场上消除了近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之后呢，美股又开始涨了。特别是最近这一轮 AI 带动的行情，像是 SMH 还有很多存储相关的股票，最近表现都非常强。那账户上涨我是挺开心的，但是呢，我看了一下我账户的风险系数，立马就蔫了。因为我发觉目前我账户的 risk exposure 其实是挺高的，按照我现在这个账户的波动情况，如果之后标普下跌个10%，我的账户很有可能会出现30%左右的回撤，这个波动我是肯定承受不了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啊，就是股票在涨，账户呢它也在赚钱，但是越涨越高之后呢，心里反而没有像之前那么踏实了，因为除了考虑怎么赚钱，肯定还要想着万一等之后市场回撤能够保住多少钱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想跟大家聊一聊，就这波上涨的趋势，我们估一下它还能持续多久。那等到它之后跌了，那肯定会跌嘛，就早晚的问题。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账户在回撤的时候呢，尽可能少一点回撤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股市还能涨多久啊？这个上涨的支撑力，一个就是 AI， 这一轮的投资周期呢还没有结束，这一点从最近的半导体板块的表现，还有很多存储相关的股票，它最近的走势也非常强。那对于 AI 的基础建设投资呢，它还是在继续进行，包括像是数据中心，然后电力、芯片还有存储需求等等的。目前这些板块的上涨呢，就是主要还是靠公司的销售增长，还有高的盈利预期，这也不算是瞎涨。其次呢，是最近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它也消除了，一个就是美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，当然这个问题肯定是没有解决，距离真正的协议达成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特朗普自己也说了，谈得不好仗要还能再打。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呢，它比较大的意义就是之前大家担心的尾部风险，短期之内呢它是下降了。对于市场来说呢，怕的不是说坏消息，最怕的反而是不确定性。就像前几周，因为大家担心通胀数据、SpaceX 的上市，还有美联储会议，资金就会变得更加谨慎，也就会出现短暂性的一个市场回撤。像是美联储的这次会议，那新任主席沃什是第一次亮相，结果还算是可以，利率它没有变动，声明呢也没有整出什么吓人的信号。虽然说点阵图它可能会消失，但是至少这一次呢，没有给市场太大的一个冲击。那目前的情况呢，就是地缘冲突它有了缓和的进程吧，美联储这边也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打击风险资产的信号，长期的问题其实还在那边，没有什么解决，但是短期的这些不确定因素算是暂时的消减了，那市场呢就又开心起来了。但是我个人吧没有那么乐观，因为我觉得这目前看起来这几个算是好消息吧，但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可靠。先说美伊这边啊，这次的谅解备忘录，里面几个关键的问题其实都没有怎么解决，比如说怎么样解除制裁啊，比如说核武器啊。19号正式在瑞士签协议，特朗普就在那边说，核问题没有解决的话，还是可能发动军事打击。然后19号这天，以色列又对黎巴嫩发表空袭。不光是美国跟以色列，其实伊斯兰内部他们也是有反对声音的。那伊斯兰国内强硬派阵营也表示对这个协议不满。这个中间虽然说是有60天的窗口期啊，但是现在已知的就有非常多的矛盾和分歧，那之后任何一点新的变化都可能让这个预期重新波动。所以说从投资角度来看呢，这个更加是像为了中期选举把风险降级了，而不是说完全的消除。再看美联储这边这次会议之后呢，市场的反应还算是比较积极的，但是呢也释放了一些信号，比如说未来政策路径可能更加依赖于一些数据，而不是说市场提前给一个明确的方向。包括像是美联储新主席沃什，他传递出来核心倾向呢，就是说控制通胀，保持货币政策的纪律，减少过度的前瞻性引导，那让市场自己去消化信息。这个就意味着呢，未来的美联储还会不像过去几年一样，在市场出现压力的时候非常积极的去托底呢？那这个答案其实就是不确定了。所以之后我们分析市场的时候呢，不能非常简单的粗暴说降息了股票就肯定会涨，那还要去观察这个利率下降它的速度是怎么样的，流动性就是钱多钱少这些的变化和企业的盈利能力，它能不能跟上市场对它的一个预期。
还有个问题就是，就算是好消息真的兑现了，市场它也不一定会大涨。那其实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啊，就是现在市场对于这些好消息的反应，已经在发生变化了。比如说这2周吧，很多芯片股的波动非常大。就以半导体指数为例吧，它一天能跌个10%，然后马上又反弹上去。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市场当中分歧其实是挺大的。有一部分资金呢觉得说这个 AI 的周期还没有结束，机会还在的，但是另外有部分资金呢就是觉得说涨那么多了，是不是已经 price in 了？所以同样的好消息，它是在不同的阶段市场反应是不一样的。早期的时候出现任何好消息，那不管什么样就是大涨啊。但是到了现在，好消息更多的时候呢会先涨，或者说甚至先跌，然后再重新的一个估价。虽然大家经常开玩笑说啊，就特朗普手搓 K 线，或者现在要看消息炒股啊，但是其实这个涨到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呢，更多的不是说这个消息是好还是坏，而是说这个消息它有没有符合预期。如果说这个预期已经很久了，即便它出现的是一个好消息，你可能也会出现 sell into news 这种状况发生。那等到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账户能不能经受得住这种市场上的回调。说到这边呢，我想聊一下牛市里面比较容易踩的几个坑啊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来回踩过。牛市里面它不是没机会啊，而是说机会太多了。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觉得涨得太高了，市场可能随时会崩盘哦，就完全不敢参与，就想说等着回调吧。但是呢，这个市场就是猛猛往上涨，真等到回调的时候呢，也会担心说，会不会出现第二腿啊，或者说会不会没有跌完，也不太敢进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正好相反了，就越涨越想加仓，因为市场每次回调之后啊，好像之后很快又新高了，好像怎么买都能赚钱哦，就不知不觉就把仓位加得很重了，还会买一些涨得特别快的动能股。其实不管是害怕呢，还是贪婪，都是属于让仓位跟着心情走，其实都挺坑的。因为你说好不容易我们遇到个大牛市，又是像 AI 这样产业趋势推动的，如果说我们完全不参与吧，其实就挺可惜的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如果仓位和波动没有控制好，等到市场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回调的时候，心理上压力就会非常大。如果再叠加上一些杠杆啊、期权，甚至可能被迫在不好的时间退出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预测，到底这个顶在哪里？市场顶部这个事情，其实没有人可以非常精准的预测的。就算猜中了，很多时候也是运气啊。那我们能够控制的呢，就是自己的仓位和风险。那我说一下我现在会怎么做，给大家一个参考。第一个呢，我会看一下大环境和长期的逻辑，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聊的，像是宏观环境、行业的趋势、公司的基本面。如果说长期趋势还在的话，那投资的逻辑就没有改变，就没有必要因为短期的波动然后进行频繁的跑进跑出，然后我们跟随着这个趋势持续的向上就可以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仓位。同样一只股票，你10%仓位和50%的仓位，你带来的心理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另外还有个要注意的地方呢，就是很多时候你以为买了好几只不同的股票，但它实际上可能是同样一个风险来源。比如说是存储板块，像是 SNDK， 然后美光科技、WDC 西部数据、STX 都是走得非常好的。但是呢，它们背后的周期逻辑其实是非常相近的，都是存储板块，上涨的时候可能是一起涨的，但下跌的时候呢，也很有可能是一起往下跌的。所以当单只股票或者同一个行业在你账户里面占比太高的时候呢，你就需要重新评估一下，不是因为说它肯定会跌，而是因为说你账户里面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放在同一个地方。第三个呢，就是降低仓位当中高波动的那个部分，比如说像是一些3倍的指数，像是 XOXL， 它上涨的时候确实非常快啊，但是下跌的时候也很刺激，可以
一天跌个30%啊。还有一些像是没有盈利的概念股啊，他们在市场变化的时候呢，波动通常是非常大的。那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长期参与市场，那有的时候可以考虑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，这种高波动的仓位先降一降。比如说呢，你把3倍指数 SOXL 换成1倍的 SMH 或者 SOXX，不是说就直接看空了半导体，而是希望说自己的账户在市场继续上涨的时候呢也能参与，但是市场万一调整的时候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做下一步的调整。好，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希望大家投资都顺利，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也能保护好自己的仓位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